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可以说是万众瞩目的李世培的见面会啊，终于召开了。说的有点夸张了啊，说万众也差不多，1万个人是有的啊。在中国这个 LK99 的狂热爱好者以及凝聚态专业的这些研究人士对这个事儿比较关心。那韩国呢，还有大批的爱国青年、小韭菜、股民们也都在关心这事儿，也包括世界各地的学术界的。因为这个李世培这个人啊，我们讲过，他非常神秘，几乎没有接受过公开的采访，而他周边的人啊，对他的个人信息保的也比较好，保密的比较好。我不是说嘛，一直对这个人的性格很有兴趣。现在看起来呢，他这次公开露面了，并且一本正经的讲了，我倒了，你们不要惦记了。他到底倒没倒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场的照片啊。韩国的倒拍论坛啊一直在往外倒腾照片。那刚刚啊，这个相关的 Newsys 也发了稿子说呢，李世培啊首次公开亮相，在延世大学的量子产业融合引领团叫 QILI 的这个愿景宣讲仪式上啊，他阐述了 LK99 的研发过程以及和延世大学的合作计划啊。对于 LK99 是否为室温超导体的质疑啊，李所长表示他依然是深信不疑啊。他解释说呀，金属材料的电阻随温度降低而降低的这种特性，除非有特殊情况有反例，否则只能是超导体所呈现的特征。他补充说呀 ，LK99 具有微弱的温度依赖性，这可能会影响超导性能，所以啊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这个发布会发布之后啊，韩国的爱国青年估计是松了一口气，那中国的爱国青年心里边一下又纠结了，是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李世培啊，确实是油腻中年男了啊。我们看一下，这是他以前在社交媒体的照片，估计那会儿呢刚刚是博士毕业是吧？10几年前的照片，现在看起来呢，大家看这张照片，油腻中年大叔了是吧？那前面还算小伙子呢，看来啊，这10多年来是没闲着，没少操劳啊。那他自己说倒了，那就倒了吗？那不一定啊，是吧？我们先不讨论李世培的相貌。他后边啊，其实还是引用了他不少专利里边图片，但也有新的。大家看到这张图片了吗？这张图片还是比较新的呢。那这张图片啊，左上角的这个比较模糊的图片，这个不是之前所展示的任何一个 LK99 悬浮的照片，而是一块新的材料。而这块材料显然不是热解石墨。大家知道热解石墨悬浮啊都是片状的，而这个呢显然是个方的，呈现一种还是半悬浮的，看起来或者是悬浮的状态。那它是个示意图呢，还是真正的他们的样品呢？颗粒这么大，所以呢还很难说。那后边的一些磁性曲线啊，展示也是进一步说明我们啊，从前几年到现在没闲着啊。当被问到这个 LK99 它的电阻值啊是否为0的时候啊，李世培说呢，按照国际标准啊，电阻低于10的负6次方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超导体了。他强调啊 ，LK99 已经满足这个标准了。尽管外界呢对 LK99 的超导性提出了质疑，但是啊，李世培以专利申请和论文审查正在进行为由，拒绝对这一争议话题做出明确回应。啥意思啊？我顾不上啊，我太忙了，你饶了我吧。看起来呢，和姚教授说那个很像的，先产业化再说，诺奖那是后边的事儿了。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他的思路。他这么多天啊，这小半年以来一直沉寂的原因，一个是肯定是有他自己还没有弄完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这些专利啊、合作呀，还有内斗。那现在呢，这个量子能源研究所呀，这个加入了延世大学的这个 QILI 的这个合作企业。计划就利用延世大学的这个量子计算机和研究网络呢，加速开发 LK99 这个新材料。那李世培啊，他多次强调 LK99 呢是这个研究所呀多年来依靠自主技术研发的重要财产。他表示会按照法律程序，通过第三方专家对 LK99 进行验证。KSIC 啊，我不认。这就是发布会现场的一些照片和一些基本的解读啊。那大家可能看到我后边背景上的这个图片了啊，这个背景上这是干什么的呢？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说。再说呀 ，LK99 这次发布会啊，延世大学的院长啊、领导啊也都出面了。这里边呢，大家知道前面也介绍过，负责和李世培对接的那位叫李信培吧，是
韩国总统尹锡悦他父亲的弟子啊，应该说也是直达天听的啊。另外呢，那哥们儿李信培吧，是一个统计学的教授啊。很多这个韩国的网友啊就在质疑，你让他过来干什么呢？我觉得呢，很有可能呢，就是一个是专利方面的一些工作，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协调工作。总归来说呢，延世大学肯为这个李石培背书，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Sky 啊，就是韩国最顶尖的3所大学，你换算成中国就是北大、清华，第3个咱说谁呀？北大、清华、人大吧，是吧？那这3个大学里边啊，任何一所在风口浪尖的时候和一个有争议的技术合作，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呀。不论在哪个国家，都要有你的这个学术声誉和学校的声誉为他做背书。那当然，李石培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强调从实际上2000年前都形成了一定的这研究的成果。他申请专利前呢，疑似做出那个薄膜给我们做了展示。那当然这里边啊还都是一些模糊的图片都是他自己说的。那么第三方专家对 LK99 进行验证才是真正的导。那我后边这个小黑板上啊 LK99 呢弄了个对勾，又弄个叉子，是吧？就是半导不倒啊。我觉得现在呢依然不能说它就倒了，但是LK99 啊，总归来说呢，让世界最顶尖的2个科研院所啊陷入了难堪，一个是德国的麻布所，一个是中国的中科院物理所啊。不是说它不倒，不倒的论文有很多很多，他们也都上了顶刊了，也都站住了。那麻布所的和中科院物理所的也都上了顶刊了，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了吗？他没站住。就算 LK99 没倒，他们的这个研究也没站住啊。那刚刚啊，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论文呢，也在这个正刊上发表了啊。稍后呢，给大家做个解读。那这是李石培的这个现场的这么个情况。这个油腻中年大叔啊，终于露面了啊，他自己还是信心满满、元气满满。但是啊，这个事情啊，毕竟不是你一张嘴说了算的，对吧？还有看后续的。实际上哈，我们后边这个图片，本来我就想先讲这个话题呢，结果呢，李石培这个提前结束了，也不叫提前结束，已经结束了。我们就先讲讲李石培的发布会。这个发布会啊，实际上这个文件实际上是在李石培的发布会前2天就已经公布了，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Cutting Edge 那个边缘超导体公司发的一个公报。你看得有意思吧？李石培说我1月9号我要开这个宣讲会，他在1月7号凑了个热闹，绝对是蹭热点。他在1月7号啊，在他的这个 LinkedIn 网站以及他的公司官网啊，我们看一下他的官网啊，都发了一个文件。他官网上发什么呢？看到了吧？也发了一个文件，就这个文件。他的意思是说呀，那么他在2023年9月28号啊，发现了室温环境压力超导体 CES 2023这个新闻稿，他要做个修正，所以在1月7号，就是前天，他做了。他修正什么呢？他说呀，那天的稿子呀，我有点吹牛了啊，我对这个市场规模是有点高估了，好吧？你高估了就高估了嘛，值当再发个新闻稿吗？我觉得这个纯粹是为了蹭流量，就跟咱们雷布斯雷军大神发布他的这个电动车之前，被遥遥领先给弄了一把那个道理一样，是吧？所以这个稿的内容啊，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啊。他这 Cutting Edge 啊，它是一家美国公司，韩国人在美国办的，也是一家超导的应用的公司，他已经在做应用了啊。他说呢，美国马亚圭斯波多黎各2023年10月2号，那么2024年1月7号修订，你看了吧？卡这时间。他说呢，2023年9月28号啊，截止边缘超导公司就 CES 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室温大气压超导体，命名为 CES 2023，如下图一所示。CES 2023是使用 LK99 作为前体材料制备的，请注意。CES 2023和 LK99 是不同的材料。我们强调，2023年9月28号是世界上首次发现室温大气压超导体 CES 2023的日期，并100%证明了其超导性。那 CES 2023及其制备方法专利正在申请中。关于零件组测量的另一份新闻稿将在2024年2月发布。你看到了吧？这绝对是
明抢了，已经是啊，这绝对是明抢了。哎，LK99我们和你不一样啊，你那不是我们的才是的，我们是世界上首第一份，但是这事儿也依然不是你说了算的，是吧？那下边这个图呢，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图呢，就是他们正在申请专利中的这个样品。他说呢，这个超导体的这个零电阻称为这个超流以及退磁性。由于退磁性 CS2023 悬浮如图二所示，由于样品质量问题呢并不完美，然而呢它在一个磁铁上悬浮薄边几乎触及磁铁，后部远离磁铁。从重力角度来看，这在能量上不稳定。当磁铁倾斜90度的时候，它仍在悬浮就指这个图称为量子锁定这是超导性的指标，基于抗磁性相结合的超导性的100%证明。请注意，它是在一个倾斜90度的磁铁上悬浮超过了2个月，即 R 等于0，电流流动超过2个月，它将永远悬浮。这是他们展示的这个图后边呢还是他们介绍的一些东西介绍他们过去的一些东西。总归来说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纯粹是蹭热度绝对是蹭热度。这个量子能源研究所发布之后真正热切跟进的韩国企业还真没有几个甚至包括三星也是冷眼相看。LG 是否已经和李世培合作了都难说，但是呢，这家美国的韩资企业要抢就得抢自己人的，谁让咱们看文件看得更舒服呢？都不用翻译了，对吧？不像我们看的 LK99论文还得翻过来翻过去的。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个Cutting Edge 这家公司实际上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因为他们已经在做应用了。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讲一个反常的现象，给大家今次要说的呢，就是金仁基博士就这哥们儿之前跟他讲过好多次，叫金仁基他是在 LK99 这个事件前后也比较活跃的这么一个超导的研究者他也是在美国。我为什么要讲他呢？在12月16号他更新了他最后一个 Facebook 帖子之后，到现在已经3周时间，快4周了，他的面书脸书账号一直没有更新。而在过去可以看到他不停的发美女照片他几乎每天都发个美女照片或者是超导相关的，是吧？看到了吧？他一直在发这些东西，但是呢突然在16号之后他就不发了。那他不发了就不发了嘛，人家休假了。你说的很对，休假了是一个很有可能的事件，但也有是别的可能。什么可能呢？他是不是也加入了某个团队，进行了开始真刀真枪的去开始干了？我不确定因为他现在这个脸书账号还是他自己的公司名字。那么他在就是全教授和老金争斗比较厉害的时候，曾经表示出某种无言这种内斗他自己表示不可理解发过一个类似的帖子，我们当时也介绍过。并且呢，在老金的这个APS 的这个发言这个公布之后呢，他依然没有任何说法，包括公布这个老金的化学式PCPOSOS 之后，他也没有什么说法。这在过去看起来即使他过去比如说在这个休假中在过去的脸书我看过他也在更新，但这次很奇怪，我不知道和 LK99 的这些中间的变故有没有关系实际上呢他应该和金贤卓教授应该是认识的另外和这个 Cutting Edge 公司应该也有关联。所以呢，这就是在李世培和延世大学合作前后其他的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给大家也简单说说。那么这个发布会李世培的首秀已经做了。那么我们之前还发过个帖子，提出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记者你会怎么问李世培当然现场记者也问了我们类似的问题，人家当然没有说的那么直白，是吧？直接说你是不是学术欺诈人家没这么问，而只是说你到底倒不倒李世培的回答呢是比较确定的，我就是倒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说呢，你的这个是不是确定的能够稳定复现？哎，他现在看起来呢不是复现的问题了，他把薄膜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呢，他到底和延世大学的合作方向是电池还是其他的方向，这个还很难说啊。我个人觉得呀，从李世培、小金、老金他们的背景上啊，他们最早的时候很有可能也是冲着电池去的啊，并且呢，从他们对磁学啊，从这个论文里边这个超导磁性指标的关注来看呢，他们更关注电阻方面的，那就是最早期的和这个韩国电力系统的合作，包括现在和延世大学的合作，我觉得很有可能从电池上去突破。看起来啊，这个李世培呢是产学研，绝对是产要放到最前头啊。至于什么诺奖啦、顶刊论文啦，看来是真不 care 啊，他就是按部就班的往前推进自己的路线。那这个人的性格呢，就跟我前面说的想的差不多，非常笃定，非常坚定啊，是一个领导性的研究人才啊。你看这个众叛亲离是有点夸张了，起码最紧密的合作者啊掰了，那这个公司看起来呢不但没有倒啊，新的合作也达成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就是找一个稳定的合作伙伴固然重要，自己树立坚定的信念是更重要啊。所以啊，也希望国内的这些广大的复线啊，以及投入到这个研发过程中的朋友们啊，也坚定自己的信念。哎，路还很长，路就在脚下。好的，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